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没想到，小掉毛竟然撞了4家的车啊！再加上原本的这一款设计是相当厉害的。今天的这一期我选了2家的产品，咱们来对比一下。左边是58块钱的 GL， 右边是69.8块的华尔兹，看看这2家做的素质如何吧。好的，2款我们都拼好了，来看一下实物效果吧。其实，在拼装的过程中，板件这2家都是使用那种很小的水口，剪一下或者按压一下都能处理得很干净。但是配置内容有所不同 ，GL 的这个里边会自带一个地台，华尔兹这个是没有的。左边的 GL 细节会有一张水贴，右边的华尔兹除了水贴外，还有一个胶贴。光剑的透明特效键 ，GL 的偏绿色，华尔兹的偏青。枪的话，这2家都差不多，这些地方该活动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契合的程度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华尔兹的这个相对来说后边的这个扣子会更加的紧实一些，尤其这一块转起来有一个很明显的阻尼感。 GL 的这个就偏松一些。之前看这款的评论，有一些朋友们说 GL 的放大了一圈，好像不是原尺寸大小。其实横向的用肉眼对比一下看的话，华尔兹的这个应该比例是差不多的。GL 确实感觉上大了一点点。肩膀上边火神炮的位置啊 ，GL 的这个其实就抠的时候特别的不顺畅，感觉这个盖子一个不小心，其实里边的那个钩子就已经脱开了。可以从这里看到啊，它这块夹的不是很紧，后方的轴又太紧了，就导致你掀起这个盖子的时候，其实盖子和里边的联动机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直接把那个钩脱开了。华尔兹的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联动的火神炮翻出，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在装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后边的那个轴的松紧力度是没有问题的，这一块模具开的精度还是非常准的。驾驶舱的这个抽拉也是华尔兹的会更贴服一些，而且这个盖子的紧实程度很好，你在拔出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会出现掉件的情况。GL 的这个也是可以还原出来的，但是拔出来以后啊，它这一块会上下的晃动。另外呢，这个盖子插的也不是很紧，你看下边的这个也容易掉。华尔兹的这个嵌合的程度就不错了，就算你这样拨一拨也不会轻易的掉下来。然后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背包问题了，4片翅膀面积很大，其实这一块挺重的。华尔兹的这个背包你装上去以后想扣下来都是非常困难的，它里边是一个梯形的锁，你需要往上推，推到头滑一下才能把它拔下来。这一块插上去以后几乎是不动的，这个稳固度很好。但是 GL 的这个呢，滑进去是滑进去了，它的支架是插在背包上的，所以呢支架跟这里顶着，一碰就掉。这一块的背包锁的不是很好啊，而且你在玩的过程中摆一些造型，比如说像这个样子调整一下翅膀的一些造型的时候，稍微活动一下，这个背包就掉下来了。华尔兹的这个非常的紧啊，你来回扭翅膀怎么都不会掉，甚至你想把它卸下来都很困难。这个插的锁的非常好。另外还有肩胛上方的这块蓝色装甲，这块是可以炸开的，但是在操作的过程中，你张开肩胛的时候，这块特别的松，一碰就掉了。手臂上的小翅膀活动没有问题，胳膊肘这些阻尼度还行吧，但是这个手指头也是一碰就掉。虽然说握枪的时候不存在用它手指夹这个操作的力度啊，但是感觉这个球关的球腕契合度不是很好，而且手背这块零件插合的不是很紧，稍微一碰就会掉。华尔兹的这个锁的就很结实了，你在扣合上去的时候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块插进去以后是实实在在的阻尼感锁住了这些活动的位置，包括它的骨架一些关节，我感觉手感上边来说也是比 GL 的那个要紧实一些，而且这个手指锁的也很好，甚至你能感觉到这一块的阻尼感也是很紧的，提着手指跟这样提了起来根本都不会掉的，很稳定。胯部这里设计了下拉的关节，增加活动的范围，而且在大腿上边的这块装甲在活动的时候会跟着爆开，包括膝盖甲这里还有一个小的联动张开的细节。小腿肚后方这里的装甲打开也都还原了出来，但是这一块
就是你掰开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带着上面的这一片炸开掉下来了，就是掉件了。华尔兹的整体骨架，包括下半盘这里的支撑稳定性，感觉也都是更强一些啊。大腿的包夹，这个联动的效果非常的丝滑，很顺畅的就出来了。膝盖这里的联动，包夹这块也挺结实的。小腿的包夹这块打开，倒是它只是一个扣子扣上去，咱说它不能保证不掉啊，但是最起码正常张开装甲的时候，华尔兹的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 GL 的这个要稳定一些的。翅膀的联动效果 ，GL 的这个翅膀倒是问题不大，张开闭合也可以，但是下方的这些毛啊，真的就很容易掉毛了。它这一块小凸点就是轻轻的插上去的，没有那种锁定的感觉。你在活动这些掉毛的时候，就真的会很轻易的掉下来。就是从视频里边应该能感受到这个松紧的程度。华尔兹的翅膀联动也没问题，但是也是明显感觉这些关节活动的阻尼感是要紧一些的。然后再感受一下华尔兹的这个掉毛的阻尼，就确实是很结实的那种插进去了。盾牌这一块的契合度对比是最明显的，左边的 GL 的这个压不下去，就这一块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缝隙，也不是没有修正水口了啥的，我里边切的是挺干净的。华尔兹的这个缝隙是紧紧贴合的，这块的契合度就很好，而且明显的感觉前方驾驶舱透明盖的位置啊，GL 的这个是偏宽一些的，华尔兹的这个很细的一条，对比一下也能感觉出来 ，GL 的这个和华尔兹的扣子大小是不一样的。也正是因为这点细小的差异，盾牌的这个黄色的盖子扣合程度尤为明显。机头小翅膀的造型也是不一样的，这一块的角 ，GL 的会更大一点的跨度，华尔兹的前方切角会更小，而且这两个的厚度也不一样。GL 的是一个很厚的零件，华尔兹的这个会更加的轻薄，尤其你上手摸这个厚度的感觉。手指的反馈是最明显的。盾牌上方的黑色条纹 ，GL 的是一个方块的竖条，华尔兹的其实是一个梯形。进气口这里 ，GL 的是一个大方块，华尔兹的这个偏细长。脚底花纹的细节刻线也不同，华尔兹的这一个会更显得小一些，而且刻线更浅。GL 的这一个大块的一些造型啊，里边的刻线也是更深一点。我们对比一下两款头雕 ，GL 的天线上边的这两个窟窿留的是比较宽的，华尔兹的这个细细的一条，包括口罩上边的雪铁龙，对比一下也是 GL 的很宽的两条缝隙，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些内构。华尔兹的就是细细的两条线，眼睛里边都是有刻画细节的，但是明显感觉 GL 的这个刻线会更深一些啊，所以会更明显。华尔兹的这个线比较细，那通透感也不错。然后是脸颊两侧这一块的散热孔外围有一圈小的边缘 ，GL 的这个偏宽一些，华尔兹的那个薄薄的一层，所以散热孔的位置露出度会更好。耳朵打开之后，里边的刻线感觉两家是差不太多的，所以最后我们也是总结一下，这一套小掉毛虽然体型做了这种可爱化的处理，但是整个的一些羽毛的张开结构，还有一些联动的效果，确实也是让人很着迷的地方。所以现在市面上面才会有4家在做这一套的 KO 产品，而这次我们拿出其中2款进行一下对比，虽然这2款价格差了10块钱左右。GL 的这个还会多送一个地台，但是整体的一个契合松紧程度来说，我觉得还是华尔兹要更强一些。还有在一些细节位置的刻画上边 ，GL 的这一款都感觉窟窿开的都偏大一点点，华尔兹的这个会秀气一些，更细一点。但是最关键的组合的稳定性，对于一个拼装的玩具来说，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整体把玩下来，虽然说我觉得华尔兹的这个贵10块钱左右，但是整体的素质确实还是更高一些啊，把玩很顺畅。主要是这个稍微就碰一下吊件儿，这个吊背包是这个感觉是真的让人不爽。就是你的支架明明是插在背包上边，但是
你还是一个往下滑动的这么一个解锁扣子，这样的话反倒是插在支架上边会更不稳定，因为支架插在了背包下方，是往上捅的一个力。右边的这个华尔兹扣合的程度，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啊，包括它外边的一些活动的装甲以及联动的地方。其实你在拼装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那个零件扣上去以后的锁定感。个人感觉虽然说是贵了10块钱，但这两款也真的能体现出来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么以上便是这两家小掉毛的对比，大家觉得这两款做得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集咱们就玩到这儿吧。